抵达了广岛镇。比如说，我们是住在一个新城区，抵达的当下呢，快9点。移动到饭店的时候已经是快10点。其实这个时间蛮尴尬，因为这个时间的话，已经来不及参加上的追极光的活动，所以我们虽然是待3个晚上，但是我们其实第一个晚上是没有办法参加。住的这间小旅馆名字叫做 Super 8， 旁边就是一间非常大的 Walmart， 所以要买一些食物啊，或者是如果喝不习惯当地的水，想要买水的话，其实都还蛮方便的。不晓得是不是其他地方也这样子。其实有那个游民坐在我们饭店门口，我们那时候来接我们的导游有跟我们讲说，其实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，他们通常搭话都是不是要钱就是要钱，所以就无视他们，快速通过就好了。意外的没有很冷。我们当下是只有穿厚底，但是我的裤子还是穿一般的牛仔裤，然后鞋子是 Timberland。然后呢，我们去买了麦当劳跟水，但是回到饭店之后呢，我们就看了一下这次参加当地团友租借给我们冬装的内容。对，冬装啊，包含就是厚外套，还有厚裤。手套、鞋子、还有围脖，可是他的手套是没有手指头的那种，最后还是带我们自己的。比较尴尬的是鞋子，因为他们准备的那种特别的鞋子是真的很重，所以我们后面白天在活动的时候穿自己的鞋子 Timberland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裤子和鞋子还有外套建议是穿在里面，虽然自己也有带厚外套、厚裤，但是保暖上没有他们的好。第二天的早上，我们在饭店用了简单的早餐，他们早餐也是比较当地的感觉，然后有点像自家人在吃早餐的感觉。他们的员工很热心的帮大家烤松饼这样子，然后也有很多热饮，有点像 guest house， 很多东西是自助的，自己来这样子。当地在冬天日照时间非常短，所以白天可以做的活动其实不多。原本想要去市区走走，但是我们低估了当地的天气。我们穿着我们自己的羽绒衣，然后里面是穿Uniqlo 买的发热衣系列的上衣跟厚裤。我们才走去我们饭店附近的一个换汇所，就发现冷到一个不行。我们就中途打消念头，决定直接等中午参加狗拉雪橇的活动。上半身跟下半身现在谁比较冷？下半身。下半身，所以上半身还好，没什么感觉。参加狗拉雪橇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完全穿他们的冬装。他们其实跑超快的，然后它是在整个结冰的湖，然后环湖一圈，环湖一圈大概是8公里左右，所以我们坐在雪橇里的时间大概是15到20分钟。所以建议怕冷的话，不要坐在第一个，因为第一个会很风。其实狗狗味道很重，当地饲养的方式可能跟我们一般家里的狗狗的那种概念不大一样。
吹到风的地方都很冷，特别是脸颊、手会想要拿相机、拿 GoPro， 所以手其实也蛮冷。我膝盖超冷，我记得那时候冻到也不行。所以如果想要参加狗拉雪橇的话，其实防寒还是确实比较好。行程上说狗拉雪橇大概只要半小时，但其实你从 pick up 开始到当地的时候又要去等，就是轮到你搭乘雪橇，所以其实整体时间不较，总共花了一个半到2个小时左右。参加完狗拉雪橇之后，我们吃了一个当地一个餐厅，在新城区算是出狗评分蛮高的一间餐厅，好像4点3分吧。那是间牛排馆。哦，你吃的那个蛮特别的，水牛排，当地的特产。水牛，蛮嫩的啦。我以为会不嫩但其实是蛮嫩的。分量也很大。然后它还会再附卷薯条或者什么的，有几样可以选。这是鱼排，当地的一个也是淡水鱼，是湖泊里面的鱼。然后我们还有另外点一个巧达浓汤，然后它那个巧达浓汤附的面包超级好吃，热腾腾的，然后外酥内沾巧达浓汤超配。晚上9点半左右，我们开始了第一个晚上的追极光行程。我们第一天是参加那个叫什么？就是搭着他们开的车到各个不同地点去看极光。但是我们第一个晚上运气不大好，云层非常非常厚。我们到第一个点的时候还有看得到月亮，移动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呢，连月亮都看不到。然后我们参加的那个当地人，他们还蛮贴心的，用了一个小小的萤火，然后让我们吃点心，拿那个棉花糖去烤。雪中送炭。他们就在雪中点了萤火，然后帮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热饮。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就在那边一起喝着热巧克力和烤的棉花糖，聊聊天，度过了这一晚。市区观光的话呢，因为我们在当地是没有车的，其实好像搭计程车也不会太贵，大概15到20块加币吧。鞋子跟手套还是我们自己的，就是裤子跟外套换上他们。那我们想说在室外走，比较不会怕冷。在饭店附近的公车站，然后搭公车去市区。搭公车去市区的时候呢，一个人是6块加币吧，没记错。就是新城区搭公车到市区后，如果想要再去旧城区的话，可以直接可以转另外一台公车。那转车的时候是不需要再另外付钱。
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船。哇哦！然后这湖整个都很动。我们到市区之后，我们去的第一个点是一个完全结冰的湖边停了很多船，但是因为整个都结冰，所以它感觉好像停在陆地上一样。右城区旁边有湖啊，然后那个湖上面也有就是狗拉雪橇的部分。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, we're gonna do it all again.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, wanna dance to. 然后这一天的中午，我们打算去吃一个当地Google评分第1名的必选雪梨菜。这间餐厅应该是当地最多人去排队的餐厅。甚至还有很多游客是专门做剪辑的。其实去排队的人，9成9都是游客，没有看到什么当地人在吃。它有蛮多餐点，基本上都是海鲜类的。还有那个水牛，还有水牛、牛排。鱼排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可以选是要炸的或者是煎的，更好烤吧。反正 deep fry 的话，就是大家印象中那种炸鱼排，那 pan fry 比较像是那种煎的，对，然后有点酱汁沾的感觉。pan fry 我觉得超好吃。吃完饭后就是走路回到市区里面，大概走15分钟左右吧。像有没有去游客中心？然后那边可以拿到北纬60度的证明书，其实蛮有趣的啦。然后除了就是游客中心以外，我们还走去一个博物馆，一个博物馆，然后里面有展示很多就是当地的一些传统文物啊，还有一些标本动物的介绍。去完博物馆后，我们还有去附近的一个当地的议会中心，然后那边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平常开会的那个议会中心的内容。他们议会中间有一只熊的皮肤，北极熊的地毯。然后第2天晚上，我们参加的极光行程跟第1天不太一样的。小木屋看极光，就是到小木屋，然后在小木屋附近看极光。我们那天蛮幸运的，就是在出发去快要到小木屋之前，就天空中就已经出现极光。然后小木屋里面有还会提供巧打浓汤啊，然后面包啊，可以
就是暖暖身子。小木屋的旁边，传统的帐篷，然后里面有萤火，也可以在那边看极光，等待极光。除了最一开始出现的极光以外，等了2个小时左右，极光都没有出现。指的就是至少前面有看到一点点。但一直到离开前，突然看到比较明显一整片天空出现极光的时候，才发现那个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聊一下我们拍摄的器材。我们准备的东西一共有3个：手机、GoPro 跟单眼相机。有下载 APP 之后呢，手机功能算是勉强可以拍起来。当然画质不是很好，但是影片和照片是都有拍起来的。然后相机因为不知道，然后相机因为不知道怎么调，会把对焦放起来，然后再加上把对焦放起来，然后再加上小位太多的次数关系，电池次数的关系，电池没有电，然后没有带备用电池，相机基本上不需要。当下至少是-13、15度，所有摄影器材都准备备用电池，行动电源带着是比较好。GoPro 在前一天就已经有发现它夜间的影片其实录不大起来，但是在它照相功能其实非常不错。我们最后比较成功的照片都是用 GoPro 拍出来的。那因为我们极光出来的时间比较晚，到结束离开回到饭店的时候，其实快2点。那因为隔天一早我们就要离开黄刀镇，准备前往下一站温哥华，所以我们必须一早就要出发去机场。那天晚上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睡，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关系，我们后半段的行程几乎都是在重感冒的情况下度过。在国外感冒真的是蛮好的。然后 anyway 那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黄刀镇的部分结束，接下来我们会前往温哥华，就请大家期待后续的影片喽。请大家继续期待后面的影片喽。英雄。